陕西提督施义德上奏：宁夏5月雨稀，禾苗干旱，然河东饥民来此就食，致使粮价未减。今各报雨水粮价，公进一闻。救济灾民要紧呐，即刻派大臣同巡抚一起商议赈灾一事吧。确该如此啊。三位在忙吗？哟，苏大人，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养，跑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休什么养啊！天天在家里待着，都快憋疯了。所以过来看看大家。怎么样？朝中一切都好吧？哎呀，苏大人啊，你倒落得个清闲，可把我们给累惨了。您看，这么多的奏折都等着批阅处理呢。是吗？哎，陕西5月雨稀，这事儿应该交户部处理啊。户部的事宜，一向由在下约处，还是交由在下跟他们谈谈吧。啊，苏大人，您休病在家，我看这些不劳烦你了。哎呀，什么劳烦不劳烦的？大家同朝为臣，不该同舟共济吗？在下很想分担一点事务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看呐，您还是闲着吧。哎，这老佛爷有一旨啊，让您休病在家半年，啊，实在是不敢劳烦您呐。什么休假呀？其实，在下也不是真有病，在家闲着无聊，正想给老佛爷上个奏折，请准回朝替皇上办差。咱们辅臣是同气连枝，也请几位啊，在老佛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也好让在下早点回来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太皇太后的懿旨已下，老夫那也是无能为力呀。再者，老夫丁忧期间，苏大人代理首辅之位，那也是辛苦万分呐。啊，苏大人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关于朝政一事嘛，我们3个人自会成竹在胸，请苏大人不要过多操心了吧。这，敖大人，的确如此啊。那，苏大人，能在家里享一个清闲，在下他是求之不得呀，好生羡慕啊！啊！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在下告辞了。不送啊。叩见皇上。妈爸，您别动。妈法，您别动，坐着就行了。谢皇上。妈法，身体怎么样？马法，我很想你。谢皇上和哥哥的关系。还可以吧。天算已暗，我已无能为力，救不了马法您了。圣经里说，
生有时，病有时，死有时，皇上就不必为我难过了。妈法，我是来向您辞行的。过2天我就要回阿玛封地了，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。我们地上之人，活不过数十年，劳苦愁顿，转眼成空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在天上相见的。我死了以后会升天吗？哥哥心地善良，定能到天堂。真的吗？啊！老鼠！冰月哥哥，别怕别怕，这里是牢房，有几只老鼠不足为怪。不是的。妈法的意思是，这几天蚂蚁搬家，老鼠出洞，依我看，半月之内会有地震。半月之内会有地震？这只是我的预测，也不一定准。皇上还是小心为上。明白了，妈法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谢皇上。剧中，曹寅，剧中，你伤得这么重，不应该到处乱走的，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啊。冰月明天就要走了，这一去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我过来看看他。走啊，我们去放风筝。皇帝哥哥，我们去放风筝吧。好啊，走。冰月，我想送你一样东西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就是不离开你。可是我知道，这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，根本不可能。我赐你一颗星星吧。是这颗吗？你一直留着它。我一直都留着它。我现在留着它，将来也会。就算我死了，我也要让它陪葬，因为这是我最珍贵的。看，那颗星星，最亮的那颗，那就是我，康熙皇帝。我现在把它送给冰月，以后这颗星星就叫冰月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它。我呢，也会在大地的另一方抬头看着它。谢谢你，三哥哥。那就走吧。要离开了，也不跟皇上请安辞行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皇帝哥哥，
月乐叩见皇上。都起来了，谢皇上。就算要走，也要说一声。怎么着，樊帝哥哥也要送你一程。对了，冰月，剧中他伤势很重，没有办法相送，他托我捎句话，祝你和安亲王一路平安。微臣实在是担当不起呀。再说皇上也不该随便立功啊。是送樊月哥哥，怎么是随便呢？那白猫呢？白色。那我呢？你一脸喜色，是非常出色。皇上，千里相送，地离别，你请留步吧。皇上，山不转水转，河不动水动。皇上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阻而却步。臣相信，凭皇上的睿智胆识，定会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我相信，王叔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啊，冰月，路上要多加小心啊。我不在了，皇帝哥哥以后就靠你照顾了。你放心吧。你不用担心我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不过你可以给我写信嘛，为了减少你对我的思念。来，这匣子里面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可钥匙在这儿，你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我等你回来拿。皇上，微臣告辞了。皇帝哥哥，保重。
你会回来的，你听见了吗？冰月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江南巡抚江有国告老还乡，此缺该由谁补上？皇上，奴才提议由豪格补上吧。此职位素来由汉臣担任，却总不能管好那些文人士子。豪格是个满臣，派他去好好整顿一下。敖大人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刑部已定出日子，天算一案主从个人犯，5日后行刑。皇上，要不然咱们去求求老佛爷，看看麻烦这事儿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。真没想到，因为我的无知，连累他妈法受刑；因为我的任性，害得冰月要离去。我是最差劲的皇帝。皇上，最差劲的应该是那些因循守旧、只顾私利的权臣们。哼，他们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却无能为力。皇上，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，更不要就此放弃啊！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走吧。地震，有轻微的地震，皇上。对了，马法曾推算出，半月之后，京城会有地震。可是，离行刑还有5天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如果能把刑期拖延10天的话，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吃饭总咬舌头，喝水总呛着。这人倒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。少说些不吉利的话。你最近总是心浮气躁的，其实喝茶时专心喝茶，吃饭时专注吃饭，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。玄烨不是这么想的。你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上天给玄烨的暗示。什么暗示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说了，黄某们也不会相信，又说玄烨胡思乱想了。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你说了，我累了。黄毛毛，你这么就走了？怎么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害怕？玄烨是害怕。怕什么？地震。胡说！玄烨没胡说，千真万确。这段时间玄烨总觉不太对头，所以我就计算了一下，结果算出半月之后京城会有大地震，天怒，绝对是天怒。汤玛法是无辜的，老天因为我们的愚昧而震怒了，要回避这种震怒，或许只有大赦马法才行。
间太短了，如果能延后10天，便能赶上大地震，便能看到老天的震怒。延后10天，那怎么可能？若韩现在亲政的话，我便会下旨延后10天半月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即便你已经亲政了，那也不行。国家依法治之，法令是不能轻易更改的。就连老佛爷也不行。谁也不行。刑已判，谁都不能改。黄毛病要休息了，所有告退。皇上，在。地震是你算出来的吗？这重要？你认为呢？不重要。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人算不如天算，天意，人怎么能控制呢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学业处事只求尽力。倘若学业推迟，刑期成功，到时是否发生地震，那全是天意。老天有眼，马法便会获救。但无论怎么样，学业想试上一试。我说的对吗，黄毛毛？其实还有更多事情，学业都很无奈，学业告退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鳌拜叩见孔公主。起来吧。这。多谢敖大人相救。孔公主客气了。敖大人真不愧是大清第一巴图龙，果然英勇无敌。孔公主过奖。鳌拜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那你先去吧。这。思珍呐，我听御膳房说，最近你吃的很少，你刚刚大病初愈，一定要注意保养，3分病，7分靠养嘛。思珍就是补品吃的太多了，才什么都吃不下的。严玲真是个厚道的孩子，什么好东西都往你那儿送，心里装的全是你。我们从小就像亲兄妹一样。是吗？他的心思，你一点没看出来。皇额娘，您可别误会啊！孩子啊，女为丝罗，应托乔木。
我把你赐婚给严陵，也就安心了。皇额娘，女儿不嫁，女儿愿意一生侍奉皇额娘。傻孩子，额娘老了，额娘不能让你陪一辈子。一个女人最大的福气，就是嫁一个如意郎君呐。女儿不是这个意思，女儿只是想……额娘知道，这阵子宫里宫外恶事频频，上上下下忐忑不安。如果有件喜事能冲冲就好了。可是皇宫里，我数来算去，能办喜事的，也就只有你。额娘，额娘想借你的大婚，给大家带来快乐，给大家带来吉祥。有件喜事冲冲，也说不定会有好事情发生呢。女儿明白了，女儿谢过皇额娘，一切就遵照皇额娘的意思办吧。好孩子，额娘谢谢你了。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啊！公主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公主，刚才太皇太后下懿旨，说要赐婚。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了就没事了。藩府还有大量的事务，严陵先回去了。去吧。是。万岁爷，大喜大喜呀！什么大喜？是这样，老佛爷给孔公主赐婚了，下嫁给定南王府的孙延龄。什么？老佛爷要把孔公主嫁出去？是啊。高明，高明啊！延迟行刑一旬，又可以把时间往后拖延10几日，正好是马法算出地震的那天。按照惯例，皇室大婚，一令一旬，不审案，不行刑，一切不吉利的事，尽皆延迟执行啊！嘿，那又怎么样？无非是让那汤仪多活上几天而已。我看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撑死了还有10天，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救得了他。孔公主，敖大人刚下朝要回去吗？啊，正是。可以陪思珍走一走吗？孔公主大婚在即，鳌拜还没向公主恭贺呀。鳌拜是武将，不懂说话。就祝公主新婚大喜，天天心情愉快。这是思珍听过的最简洁的祝词，也是最直接、最亲切的祝词，很好啊。思珍谢过敖大人。鳌拜不敢。
其实，思珍一直没有机会谢敖大人救命之恩，包括上次闹疫症时，在定南王府外灾民失控，要不是敖大人舍身相救，思珍真不敢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。区区小事，莫纵夸斥。敖大人乃沙场悍将，把出入狼窝虎穴视作等闲。也许，只有像敖大人这样的人，才能称得上是巴图鲁，才算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谢公主。公主，鳌拜还有公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好了，那就不打扰敖大人了。思珍呐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池子里的蝌蚪游来游去的，多有意思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明天就是你大婚的日子，怎么今天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啊？得之大者怜也，16姑娘盼嫁郎才会喜形于色。思珍是不愿意人家说皇额娘教女无方，才不敢把喜悦挂在脸上。你呀，在真人面前呢，你就不要说假话了。你嘴里一口一个皇额娘这个，皇额娘那个，其实心里正怪你皇额娘给你乱定亲呢。哪能？皇额娘您多谢，思珍谢您还来不及呢。来，孩子，额娘知道你是个才女，又出身将门，世袭了定南王之位，在藩中又掌军政之事，节制数万军旅，可谓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呀。也许只有真正的巴图鲁，真正的男人，才能让你心服口服，心甘情愿，死心塌地，是吧？你看，这池里的蝌蚪，秃了吧唧的，连脚都没有。可是谁能想象日后呢？它能蜕变成蛙，可以跳跃自如，还可以隐身高歌。孩子，把心踏实下来，高高兴兴的出嫁吧。也许现在呢，你会觉得委屈，但是额娘呢向你保证，额娘为你挑的夫婿，他将是一个巴图鲁，一个大英雄。不信等着瞧。孩子，对额娘笑一笑，好吗？乖女儿。严令忙于应酬，回来晚了，请公主原谅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妻子了，你不必这么客气。好，
来，我们喝酒。你还记得我这只手是怎么废的吗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你的手才残废。不是，你不是为了救我而残废的吗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的手虽然废了，可我的人并没有废。从儿时起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，要一生好好的保护你。可现在，我的愿望变了，我希望你嫁给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个不让你失望的男人。相信我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人。相信我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整个御花园，蝴蝶没有一只，蜜蜂没有半只，一副冷静的样子。皇上，奴才这就跟管事的说一声，弄点昆虫飞鸟来。算了算了，说说而已。冰月一走，整个紫禁城都似乎没了声音。现在孔姑姑也走了，一切都冷清了，了无生趣。明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难道真的会有地震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老天夺走了我那么多，他一定会补偿给我，所以明天一定会有地震。
还等什么？还等什么？没有传来炮声。等等，时辰未到，还差半刻，提早行刑，于法不合。这，听皇上的。 让他多活半刻又有何妨？该做的，我都已做了。皇上，时辰到了。帝朕怎么还不来？好法，难道你算错了？ 难道你天算根本就不准？佛爷，刚才是地震吧？醒醒！地震，应回避，行刑押后。皇上，刑罚乃国家稳定之基。 不能因为害怕地震就终止行刑，况且大地只是稍稍动了那么一下，不足为惧。可是，奴才恳请继续行刑。继续行刑。 皇
不错。主公，奴才在这儿，比皇宫可强多了，也舒服多了。皇上，您还高兴呢？5间大地震之后，这余震又有10几次，宫里头不能住，这才搬到景山上来的。为什么不高兴啊？离开宫就是喜事儿，麻烦有救了，更是喜上加喜。是，饿了，弄点吃的去。皇上，好香啊！熟了吗？熟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把这佐料给我拿过来。万岁爷，烤全羊不涂佐料。谁说的？回万岁爷，人家都这么说。人家不涂我才涂呢，人家做的事儿啊，我不做。我这烤出来的羊肉啊，味道可谓独一无二。对了，那什么，把那蜂蜜拿过来，什么大蒜啊、葱啊都拿过来，让他们尝尝什么叫5味俱全。奴才鄂必龙叩见皇上。你来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昨日行程，神明就朕不容易。皇上乃万金之躯。哎，又是些废话。说理来说，朕知道你好就行。谢皇上。朕赏你一件宝贵的东西，这可是朕亲手烤的全羊啊。刀。赏你了。谢皇上赏赐，这可比金银财宝更珍贵，更。又来了？没来。什么没来？奴才是说没有又来。奴才啊，说的不是恭维话，是真心实意的心里话。皇上看奴才胖嘟嘟的，就知道奴才爱吃肉。皇上赏的这只羊腿，哎呀，奴才是真心的喜欢啊，喜欢的不得了啊！香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鄂必龙，朕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4府神里，朕最喜欢你。谢皇上。行了，下去吧。这。哎，怎么样了啊？哎，都烤糊了。哎，还有什么能烤的？烤大蒜。哎，皇上，咱们烤香菇吧。您平常不是最喜欢吃香菇吗？那就多烤些吧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皇上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就变脸了？爱吃香菇的是冰月，不是皇上。你呀。哎，如果你在这儿，肯定会非常高兴。你不是说过，你想跟我们去秋围，你也要住在野外，也要住在帐篷里吗？你可真够麻烦的。你在的时候，就时时刻刻的烦我；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真是个反月。看，那颗星是我赐给你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夜好像特别明亮。月，你看到了？
在看什么？星星，皇帝哥哥送给我的星星。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。不用担心，他们都会很好的。皇帝哥哥，我很想你，你也想我吗？如果你想我，就让天上的星星告诉我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想我，我也很想你。忍耐点，别难过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。我知道了，我听你的，我不难过。自3月初2以来，当天已有3次，以后这3天每天大震1次，小震共约30余次。禀太皇太后，京城中民房倒塌不计其数，有几条街道的地面裂开了大口子，百姓们都躲到街头。奴才已下令9门提督加紧巡逻，捉拿趁机逃跑的囚犯和奴婢等。所幸皇宫内院只闻渊阁、文华殿倒塌了6间房子，其余大致完好。那你们都先坐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你们的家眷都还好吧？啊，谢太皇太后。我们的府邸只是轻微破损，家眷尚无大碍。好啊，那就好。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有这场大地震？是上天示警，还是天意？如果是天意，那就说明民间有什么冤案，上干天河，招致天怒。用地震来惩罚我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奴才不知道。顺从天意，我们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。您说是不是？老佛爷圣明。这样吧，为免天谴，我们必须大赦天下，以其纳福。你们2位再商量商量吧。大赦天下，老佛爷真是这么说的吗？千真万确，很明显，老佛爷的意思是放汤若望一把。这么一来，咱们不是功亏一篑了吗？那怎么行啊？那样不是放虎归山吗？我们忙活了半天，费尽9牛2虎之力，99败都败了，就差这一哆嗦，怎么着？放他回去？啊？这叫什么事儿？啊？你说让我们这脸往哪儿搁？这不是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吗？啊！哎呀，汉臣们已经在扬眉吐气、趾高气扬了，恐怕咱们以后更是奈何不了他们了。那这样吧，选择葬妻葬弟，也许汤若望并未参与，情有可原，死罪可赦。李祖白等4人罪情重大，不赦。
这样我们虽然放了汤若望，但同时也给辅臣、满臣们留了面子。可是这样做行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天算案是条没有回头的路，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，如果现在败下阵来，只能说明我们的无能。老佛爷说地震是天谴，哼，我鳌拜却不以为然。我们大清一直以来得以老天的庇佑，要不然我们也不能骑着马一统天下。说是天谴，老夫觉得只是场意外，就凭一场小小的意外，就把我们大清所有的东西都给放弃，就把江山拱手让给一帮汉臣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没关系，这件事就交给老夫。太皇太后如果责怪下来，就由我鳌拜一人承担。这回可好喽，地震停了，终于可以回宫了。住在这山野营帐啊，蚊多虫多。万岁爷，您那万全之躯呀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没你事了，下去吧。这皇上放心，老佛爷也旨意辅臣们大赦天下，以平天怒。我想马法不会出事的。皇上，礼部大赦诏书已经出来了。混账！太过分了！这什么意思啊？天算一案，南怀仁等人被赦出狱，汤马法及数名青天监官员罪行减等。啊，那不是可以免于一死了吗？斩首降为自缢。啊，那不是还要被处死吗？混账！太过分了！为什么非要逼死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？为什么？太可气，太可恨，太混账了！为什么要害死他？为什么要逼死他？为什么？太不像话了！地震过后，老佛爷借天怒之名，已明确表示要放过汤马法，可这四辅臣还是一意孤行。我还以为老佛爷是替四辅臣打压马法和汉臣，苏格萨哈被撤，又大赦于天下，我这才明白老佛爷不是不同情马法，只是不便于干涉朝政而已呀。这四个辅臣简直是太过分了。恐怕不是四辅臣吧？苏克萨哈失势，索尼养伤，朝中事由鄂贝龙和鳌拜把持。鄂贝龙为人没有主见，此事定是鳌拜的主意。这个粗鲁的莽人！那我们怎么办？眼看着马法自缢身亡。殿审之时，皇上极力相助，为马法开脱，可是不管用，马法还是被判刑。天降地震，马法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，还是被判自缢。哎，皇上和老天都帮忙了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真的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马法救出来。他们杀的虽是马法，但辱的是阿玛。我绝不能让阿玛被他们糟蹋，绝不能。就这么办。
皇上，您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放心吧，我已不是从前的玄烨了，我还是容易动气，还是率性而行。而我现在做的每件事儿，都会深思熟虑，认为必须，才会去做。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？事已至此，要想救汤马法，解决天算案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是什么？老天。没错。老天？老天已经给闹了一次地震，可还是救不了马法。哦，难道皇上已经算出另外一次地震的时间吗？算不出来。我们也不能指望老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又闹地震，来让辅臣屈服。那怎么靠老天啊？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。老天不给我们机会，那我们就假借老天之名，制造天意。知我者，剧中意。什么？什么可以制造天意？我都被你们弄糊涂了。我的办法是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既然他们利用洪范五行之类的迷信玩意儿，定了马法的罪，我就以迷信对迷信，反定他们的罪，逼他们承认，判马法死刑是错的，必须释放马法。皇上，可是……行了，不用劝了。我决心已定，就算陪葬整座紫禁城，我也要干。这局，我赌定了。站住！谁？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朕丢了一块玉佩，你们给找找。这，把那几个侍卫也叫来，一起找。嗨，过来！给我仔细的找。前面那个地方也都找一找，是，别落下。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找。诸位神灵在上，曹营此举旨在救人，绝无亵渎神明之意，请各位神灵保佑我。碎了。奴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奴才找到的时候已经碎了。混账！那么是朕在撒谎了。玉佩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碎呢？定是你们在找的时候踏碎的。
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啊！这个是老佛爷赐给皇上永保平安的玉佩，你们竟然给弄碎了！啊！你们也不看看肩膀上扛着几个脑袋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！全部拉出去给我斩了！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我看就算了，他们也是无心的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皇上，罢了，朕可以不要你们脑袋，但这事老佛爷知道了，照样让你们脑袋搬家。谢皇上不杀之恩，奴才们一定守口如瓶，绝不告诉任何人呐。行了，这吧。哎呦喂！你们干嘛擅离职守啊？啊！别多管闲事儿。走。好。昨夜坤宁宫失火，波及寿康宫和御书房，40余间房屋被焚。万幸的是，没有人员伤亡。起火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奴才还在查验之中啊。有没有什么头绪呢？这个坤宁宫失火，根据当时值班侍卫所言，坤宁宫空无一人啊，也没有一个人进出，可就是突然失火。这么说，坤宁宫的火着的是莫名其妙了，是吗？坤宁宫是大清皇后住的地方。有神灵保佑，居然会无缘无故的起火，连祭天神杆都给烧了。难道是上天给的什么启示？皇帝说得对，上天被震怒了，老天真的是震怒了。上次京城大地震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那是上天的示警，让你们顺从天意，大赦天下。可你们几位呢，却敷衍了事，一意孤行，不该杀的你们也都杀。这次真的把上天震怒了。太皇太后，也许这一切真的是巧合。太皇太后不必担心，以免伤了凤体。是巧合吗？你们把皇室人员的亡故说成是汤马法犯了什么洪范五刑，要把他判死罪。可为什么那些都不是巧合，而这火灾就是巧合？其实审案的事情，我向来不愿意过问。我说过了，我老太婆不愿意干预朝政。可是这事已祸及后宫，先是京城地震，后是后宫失火，再往后呢，保不住这宫里头又要有什么折损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3个人当中，有谁担当得起？太皇太后息怒，奴才等定当严肃查处。请太皇太后息怒。都下去吧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今天我说的话，就是了。奴才告退。天算一案，
由康熙3年7月审至康熙4年3月。辅臣称旨，汤若望、杜如顺皆被免死，李祖白等4人所犯实情，恩赐斩首，子孙免死，各杖40，终生留戍宁古塔。天算一案后，4辅臣间也起了变化。苏克萨哈因操之过急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致大权旁落；而鳌拜因自始至终坚持原则，深得满臣敬重。鳌拜成了最大的得益者，也埋下了他日后携康熙自重与康熙对抗的伏笔。说得对，真是天怒不可违啊！这是天怒吗？当然是天怒了。坤宁宫无故起火，不是天怒是什么？可是我听说，昨天晚上你到过坤宁宫的外面。是啊，虽然睡不着，所以出来四处走走。幸好啊，孙儿不在场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玄烨呀，长大了，你阿玛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。阿玛会欣慰吗？看着自己被旧臣审判，阿玛会欣慰吗？审判汤马法就是审判阿玛，杀掉汤马法就是抹杀阿玛的政绩。别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，爱新觉罗玄烨绝不答应。就算赔上整座紫禁城，赔上我的命，我也绝不答应。黄妈妈，啊，我还有奏折要看，孙儿告退了。去吧。奴才告退。天算案期间，一些百姓冲了进来进行破坏，碑也给砸了。别这样，你别难过，别难过，我们没有输，他们也没有赢啊。真正能做到的有几人呐？青天剑见证，杨光先杨大人到。大胆刁民，见了大人还不下跪！唐荣啊，今天你终于伏在我的脚下了。如果知道有今天，何必当初呢？我30年的仇恨终于报了。报仇？我们30年前认识吗？怎么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崇祯年间，我任钦天监，你耍诡计把我拉下来，而你坐上了钦天监之位，整整30年，此仇终于报了。我对你从没耍过诡计，是当年崇祯帝看过我的著作，才委以钦天监之位。原来当时的钦天监就是你呀！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！杨光先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不断的攻击汤马法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可是你的仇人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结下了怨恨，更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今天你的大仇报了，可是你的仇人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觉得这有意思吗？
真没意思。汤若望，你不单是个妖师，你还是个骗子，大骗子！哼，走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生活在仇恨之中。他生活的动力完全来自于仇恨。马法，你怎么了，马法？马法，你怎么样？马法，快放马法进去。太医怎么还没来？曹营已经去了太医院，估计很快就会到。他们就不能快点？皇上，马法，不必着急。马法，曹明不行了。马法，不会的，你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上天是不会让你去的。天主只是把我接回去，过比这里更好的日子。对不起，马法，都怪我没能早点把你救出来，让你受那么多的苦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一点上，你很像先帝。哪一点？你和先帝都严于责己，勇于承担。先帝临终不是颁下罪己诏，向百姓认错吗？历代的皇帝哪个有这样的胸怀？皇上，不惑于皇权者，生主也。希望皇上也能效法先帝，做一个严于责己的好皇帝。这是百姓的福气，社稷必将大治。我答应你，马法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长思济国，以先帝为榜样，做一个好皇帝。曹民看百姓，谢皇上了。百姓感谢皇上。马法，哲，马法，哲，马法。玄烨，给皇王们请安。起来坐吧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向皇马们请安罢了。那我应该让吏部官员把今天的事记下来，因为玄烨向皇马们请安，是大清入关之后一件重大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如果皇上觉得重要，我会请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的。苏麻喇姑在，你去把玉露霜芳酥点心拿来，那是皇上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是。好了，安也请了，这里也没有其他人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我确实有话要跟您说。说吧。我讨厌你。这个，我估计谁都知道。可
可是，谁都不会想到，皇上会亲口说出来。多年前，汤马法曾治好黄毛毛的病，您尊他为义父，你们是那么的亲近。可是，马法被陷害的时候，你却从未出面相救，所以我讨厌你，讨厌你的无情。是吗？是的。可我现在知道了，您并不是无情。还讨厌我吗？一样讨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不在人前表露你的内心所想、内心之情。玄爷觉得你太深不可测。是吗？是的。作为太皇太后，这也许是必须的，但这种必须却是我最讨厌的。是吗？老佛爷，皇上，你虽然讨厌我，但不会讨厌这玉露双芳酥吧？吃吧。我觉得黄马毛比玄烨更适合留作纪念。谢谢你，黄毛毛。谢我什么？谢我曾经为汤马法做过的事情。不，是谢您的玉露双芳酥。玄烨，以后要是闷了，或是无聊了，就到慈宁宫来坐坐。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坐坐，好吗？想到未有。